我们先回到1945年的7月16日凌晨5点29分，地点是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其实都屏住了呼吸，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的这一秒可能会改变人类的历史。然后光出现了，这道光比太阳还要亮，瞬间照亮了整个地平线。紧接着的是冲击波，即便是在16公里之外的观测人员也被直接掀翻在了地上。最后一个巨大的蘑菇云升到了12000米的高空，也就是说人类第一颗原子弹就在那一刻爆炸了。这个时候现场的科学家们反应很强烈，有人欢呼，有人哭泣，有人激动的拥抱。毕竟这是他们没日没夜工作了3年的结果，在当时看来，这确实是现代物理学最巅峰最辉煌的时刻。但是这里有一个细节，这个项目的领导者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罗伯特·奥本海默，他当时的反应非常奇怪。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没有欢呼也没有流泪，他看着那朵蘑菇云，用一种几乎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低声说了一句话，而且这句话不是英文而是梵文。他说，现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We knew the world would not be the same. Few people laughed. Few people cried. Most people were silent. I remembered the line from the Hindu scripture, the Bhagavad Gita. Vishnu is trying to persuade the prince that he should do his duty, and to impress him takes on his multi-armed form and says, "Now I am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worlds." I suppose we all thought that one way or another. 这句话其实是来自3500年前的一部古印度史诗，叫《博加梵歌》。在书里，这是战神阿周那在目睹了比斯奴神展现宇宙毁灭之力时发出的感叹。后来有记者问过奥本海默，在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刻，你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句话？奥本海默沉默了很久，然后给出了一个非常模糊的回答。他说，我想到的不只是这句话，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多说任何细节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大家想一下，一个顶尖的量子物理学家，在人类科技最辉煌最现代的那个瞬间，为什么要去一本3000年前的古印度神话里寻找语言？这真的是一个文人的失意巧合吗？还是说在那道强光之中，奥本海默其实看到了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好，那么我们要聊这个谜团，得把时间往回拨，把地点转移到现在的巴基斯坦信德省的印度河流域。这里其实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之一，大约在公元前2600至1900年之间，这里有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文明，也是我们常说的印度河谷文明。在这个文明里有2座核心的城市，一个叫做哈拉帕，另一个叫做摩亨佐达罗。这个名字在当地语言里的意思挺耐人寻味，叫做死亡之丘。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爵士开始挖掘这座城市，但他在挖掘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非常反常的东西。首先，摩亨佐达罗不是一座普通的古城，它的规划极其先进，街道是棋盘状的，主干道笔直，砖块的尺寸是标准化的，甚至全城都有一套统一的供排水系统。有一点值得大家注意，它的下水道系统在当时那个时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甚至让很多现代的城市规划师们都觉得汗颜。它有2层楼的住宅，有公共浴场，有粮食仓库。那么按照人类文明发展的正常逻辑，一个城市要发达到这种精密程度，应该是经历了几百年上千年的缓慢演化，从简陋到复杂。但摩亨佐达罗给人的感觉是，它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是完整的。在这里，考古学家没有发现简陋小屋演变成大型建筑的痕迹，也没有城市逐渐扩张的地层证据。也就是说，这座城市就是被某种力量一次性完整的放置在那里的。但刚才说的这些还只是奇怪，真正让人觉得诡异的是这座城市的消亡方式。1925年，考古学家在街道上发现了人类的骸骨，
这里有一个细节，这些骨骸不是被埋在坟墓里的，而是直接倒在街道上、房间里。有的2个人手拉着手，有的面朝下趴在地上，有的就在水井旁边。从这些姿势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在死亡那一刻几乎没有任何逃跑的迹象，这意味着他们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瞬间被杀死了。当时一共发现了44具这样的骸骨。到了20世纪70年代，事情变得更复杂了。意大利的考古学家戴文波特与核物理学家维纳西对遗址中心区域做了一次深入分析，他们发现了一种东西，叫做玻璃化的黑色石块，专业术语叫熔融玻璃石。这里我们要科普一个小知识，普通的砂石必须在1500到18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下才会熔融，然后迅速冷却才会凝固成这种玻璃状。更关键的是，这种玻璃化石块的分布呈现出一种非常典型的模式，它以一个中心点向外辐射，呈圆形扩散，离中心点越近，玻璃化程度越高，变形越严重，越往外程度越轻，最后才变成普通的热损坏砖块。那么大家想一下，在现代物理学中，这种分布模式只出现在一个地方，那就是核爆或者极高能爆炸的爆心区域。还没完，来自瑞典的科学家对那些骸骨进行了放射性检测，结果显示这些骸骨的放射性水平显著高于正常的背景值。这个数值高到什么程度？高到了那个时代的自然地质环境完全无法解释的程度。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第一张图片，1945年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中心受害者的骸骨放射性异常，皮肤、头发、指甲脱落，幸存者在数周内死于急性辐射病。第二张照片，公元前1900年的摩亨佐达罗街道上的骸骨放射性异常，城市中心玻璃化，爆炸扩散模式清晰可辨。那么在看了之前的考古证据之后，我们现在来看另一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神话，叫《摩诃婆罗多》。这部书是古印度最伟大的史诗之一，规模极其宏大，全文超过10万颂，大概是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加起来的7倍长。书里描写了一场发生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战争，叫巨卢之战。当然，目前主流学界的看法非常统一，这就是神话，是寓言或者是古人的文学创造，没必要把它当成历史事实。但我想尝试另一种视角，我们暂时不把它当成神话，而是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文本记录，认真的读一读里面关于战争的描写。我想看看古人的想象力到底精准到什么程度。书里提到了一种终极武器，叫婆罗门武器。原文的描述大概是这样的：一枚单一的炮弹凝聚了宇宙的全部力量，一道炙热的白烟柱升上了天空，比1000个太阳还要明亮。城市被夷为平地，整个地区陷入火海，幸存者的指甲脱落，陶器无故破裂，飞翔的鸟儿羽毛焦灼，食物受到了污染，尘埃使人中毒，战士们跳入河中，用水清洗自己。这段话乍一看很像诗，但如果我们用现代科学的视角去逐条翻译一下，你会发现非常诡异的事情。第一，比1000个太阳还要明亮，这跟广岛幸存者描述核爆闪光时的措辞几乎一模一样。第二，头发和指甲脱落，在医学上这是典型的急性辐射综合症症状，而这种症状是现代医学在广岛核爆之后才第一次被系统的记录下来。第三，陶瓷无故破裂，这就是典型的爆炸冲击波效应。第四，食物污染，尘埃中毒，在物理上这叫做放射性尘埃污染，也就是核污染。第五，战士跳入河中清洗，这其实就是核事故后的标准去污程序。那么一个从未见过核武器的古代诗人，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在3000年前就凭空发明出这样一套与现代武器效应完全对应的细节描述？这真的只是诗意的夸张吗？还是说他写下的内容其实是他被告知的，或者是他亲眼看到的？除了武器，书里还提到了另一种东西，叫维曼拿，也就是神明乘坐的飞行器。在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2部史诗里，关于维曼拿的描写多达数千颂，甚至还有一部专门的技术文献叫《维曼拿经》，里面详细记载了飞行器的结构、
燃料类型，甚至包括在不同高度怎么操作。比如他提到飞行器是通过燃料特定的矿物质混合物产生推力，有驾驶舱，有仪表盘，甚至还能在空中隐形，支持垂直起降。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事情，1895年，也就是莱特兄弟飞上天之前的8年，印度有一位学者叫做塔尔普德，他声称自己根据这些古代文献制造了一架无人机，并在孟买进行了演示。据说当时在场的还有英国官员，关于这件事没有办法证实，因为这台飞行器后来消失了。但是有一件事可以核实，1904年，学者查尔斯·梅特卡夫将维曼拿经翻译成英文，那份原始手稿现在就存放在印度国家图书馆，任何人都可以去查阅。也就是说，这些描述是真实存在于文本中的，而不是后人的杜撰。最后有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细节，描写战争结束后的景象，尸体被烈焰烧焦，无法辨认，幸存者的牙齿脱落，太阳在颤抖，世界在高烧，水变成了毒药。这种毁灭被描述成像是宇宙末日。大家记得我在第一段提到的奥本海默在看到原子弹爆炸后说的那句梵文吗？那句话出自博加梵歌，而博加梵歌恰恰是摩可婆罗多的一部分。那么问题就来了，奥本海默在那道强光中看到的和3000年前这部史诗里描述的那道光真的不是同一道光吗？好，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严肃的科学推演。咱们先做一个假设，如果摩亨佐达罗的玻璃化石块和放射性骸骨真的不是核爆炸造成的，那么在科学上还有什么可能的解释？我们可以把多个可能的解释一个一个来排查。首先，第一个解释，陨石撞击。从逻辑上讲，陨石撞击确实能产生极端高温，也能产生玻璃化的撞击熔融物。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陨石撞击会留下陨石坑，而摩亨佐达罗不仅没有陨石坑，方圆几百公里内没有任何那个时代对应的地质证据。更关键的是，陨石撞击会留下大量的宇宙尘埃和镍铁微球，但在遗址中心，科学家们完全没有检测到这些东西，所以陨石撞击我们可以排除了。那么第二个解释，火山爆发。火山爆发确实能产生高温，熔岩温度足以融化岩石，但问题是，请大家看地图，印度河流域根本没有火山。印度次大陆的地质结构极其稳定，几亿年来都没有过火山活动，最近的火山在数千公里之外，而且火山爆炸会留下厚厚的火山灰尘，但摩亨佐达罗这里什么都没有，所以火山爆发也排除了。第三个解释，大规模城市火灾。很多人可能会说，古代城市失火很正常，但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物理学上的温度阀值。普通的木材、有机物燃烧，最高温度通常不超过1000摄氏度，但摩亨佐达罗中心的玻璃化需要至少1500度，甚至接近1800度以上。也就是说，任何有机燃料的燃烧都根本达不到这个温度，而且火灾的蔓延是无序的，绝对不可能产生一个以某个点为圆心向外递减的完美圆形分布，所以城市火灾排除了。最后可能有人会提出第四个解释，闪电。闪电确实能产生闪电玻璃，但闪电玻璃的形态是细长的管状或者枝状，而且体积极小。而摩亨佐达罗的是面积达数百平方米的整片熔融，而且分布非常均匀。最重要的一点，闪电不会造成放射性异常，所以闪电也排除了。那么当我们排除了所有常规解释之后，我们就面对剩下的2个假说。假说一是最激进的史前核技术，也就是说，在人类已知历史之前，曾有一个文明掌握了核裂变或者核聚变技术，并将其用于战争。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是玻璃化区域、放射性骸骨以及古代文献那些精准到恐怖的描述。但这个假说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任何核反应堆或者铀浓缩设施的物理证据。那么假说2是什么？这是目前主流物理学界给出的代替解释，等离子体闪电，或者叫太阳高能粒子事件。2012年有一篇论文提出，在极端太阳活动期间，太阳喷射出的高能粒子流可能在地球大气层中产生超级等离子体放电，温度瞬间能超过10000摄氏度。这种现象如果发生在地面
会产生极端高温、圆形破坏模式以及短时间内生成放射性同位素。也就是说，它虽然不是核爆炸，但它产生的物理效应在短时间内几乎和核爆没区别。有趣的是，我想起摩可婆罗多里有一个细节，我之前没有提。书里描述那种终极武器时，说它是被念动的咒语后从天空召唤而来，而不是从某个机器里发射出去的。空中召唤，这意味着它可能不是导弹，也不是炸弹，而是某种来自天上的力量。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叫利比亚沙漠玻璃。在撒哈拉沙漠深处有大面积的天然玻璃碎片，形成温度估计超过1800度。因为年代太过久远，主流学界认为这是陨石空爆或者超级闪电造成的。但最耐人寻味的是，1922年在图坦卡蒙的陵墓里，考古学家在他的胸甲中发现了一块圣甲虫宝石。经过分析，这块宝石就是用这些利比亚沙漠玻璃做的。大家想一下，古埃及的法老为什么要把一块由未知高温事件产生的神秘玻璃视为最珍贵的宝物，放在心脏最核心的位置？是因为它好看吗？还是说他们知道那块玻璃来自那一次曾经点亮了整个天空的那一道光？现在我们把刚才聊到的所有线索都捋一捋。首先是摩亨佐达罗，公元前1900年，一座城市瞬间毁灭，留下了无法解释的高温玻璃化石块和放射性骨骸。其次是摩可婆罗多，一部详细记录了核武器效应、飞行器结构以及全球性战争的古代史诗。再加上利比亚沙漠中的那些神秘玻璃，以及图坦卡蒙胸甲上那一块被视为至宝的宝石。最后我们回到奥本海默，一个顶尖的量子物理学家，在人类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那一道强光里，用3500年前的梵文说了那句话。要知道，奥本海默是一个物理学家，他极其理性，他不是一个迷信的人，更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但面对那朵蘑菇云，他选择了那句话来定义那个时刻。在普林休斯顿研究梵文原点的那些年里，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之一，他到底在那些古老的文字里读到了什么？